不愧是打野界的天花板。这次老贝子又开启了海岛求生，用自制鱼叉下海捕获肥美斑基鱼，海岛品尝鲜美的牡蛎，甚至直接入住荒岛海景房，日子别提多滋润。这里是巴拿马与太平洋之的海岛，除了海鸟几乎人迹罕至。本期贝爷在这里发起了生存挑战，租架2块钱红色直升机，一路火花带闪电来到目标海域，找到一处靠近目标岛屿的荒岛，贝爷选择直接跪地求佛，望着远远驶去的直升机，贝爷油然而生一种对贝嫂的心。还没呆坐2分钟，贝爷发觉此地正在涨潮，为了避免陷入困境，机智贝直接一个猛子入海。此刻他的目标是前往3公里外的岛屿，还没在海里游出5分钟，一条长达12米的大鲸鱼把贝爷直接吓跑，精致大衣锅炖不下。要不是贝爷此刻没有趁手攻击，估计双方肯定大战300回合。11路马达猛力狂奔，顺利登岛后，贝爷即刻出发，想要一览海岛的全貌。贝子直接爬上了最高的峭壁，半路险些送走摄像小哥。此刻他心里肯定1万只马满地，这是堆积多年的火山岩，松散脆弱，十分危险。好在2人顺利抵达山顶，不过结果大失所望，周围都是一望无际的大海。无奈贝子只好回到岸边收集物资，这里发现一处废弃的物资聚集地，不仅发现渔网，还捡到几只废弃拖鞋。这拖鞋到底有何妙用？等到一会我们再揭晓。找寻完物资，贝爷已经口渴难耐，望着岩壁上流淌下来的淡水，贝子伸出脑袋，没有一丝犹豫。虽然只能暂时解决口干舌燥，相比于吞入海水，这样能够更好的防止痢疾疾病的发生。为了收集足够多的淡水，贝爷将塑料瓶捆绑在岩壁之上，顺着绳子的渗透，1天的时间，淡水会慢慢的装满整个瓶子。为了补充体力，贝爷决定制作鱼叉，通过屠龙小刀配合动物残骸制作出精美3叉戟，在浅水滩就能捕获小只散步的螃蟹。这螃蟹到死都没想到今天踩点这么美，小螃蟹肉还不够塞牙缝，贝爷决定将其捣碎，直接丢入水塘，通过诱饵可以吸引更多的鱼类。此刻的贝爷目不转睛，发现肥美的鱼儿直接翻身入海，这一被刺下去，估计这鱼今晚肯定能看见他青菜了。果然不负众望，贝爷直接收获1只黑色斑基鱼。废话不多说，掏出屠龙小刀直接送他一程。没想到这次的猎物竟然比贝子的脸还大，就连摄影师都笑出了给声。这种鱼生活在珊瑚礁附近，因其牙齿锋利，所以能啃食珊瑚礁。它的背上有像斑鸡一样的鱼鳍，因此渔民大多称其斑基鱼。这种鱼鳍既可以防止大鱼将其吞噬，也可以很好的降低在水中的阻力。眼见天色渐晚，贝爷决定搭建一处篝火灯台，这种位置一定要选择到视野开阔的高台，利用渔网线将树枝捆绑成3脚架形状，再往其中间填入捡到的废拖鞋和枯草，这样发现船只可以快速引燃篝火，海上的船只就会迅速的发现求救信号。废旧拖鞋产生的黑烟会让搜救者不会认为这里是天然的丛林火灾。为了防止枯草被雨水打湿，机智贝又用香蕉树叶将其封盖紧实。做好一切工作，贝爷准备再次下海寻找食物。此时的他隐约看到远方驶来一艘小船，来不及多想，贝爷一路小跑，直接选择点燃篝火。时间1分1秒流逝，开启麒麟臂猛搓打火石，希望之火开始渐渐引燃。扯掉上面的香蕉叶，贝爷向船只方向振臂高呼，即便喊得声嘶力竭，枯草燃烧殆尽，贝爷依旧没有吸引对面的注意。小船向着相反的方向渐渐远去。此刻的贝爷脆弱的心灵备受打击，这也许是他在海岛最落寞的一天。贝爷决定用捡到的渔网搭建吊床，除了解决夜晚的蚊虫叮咬，也可以很好的避免海水浸染。将其绑在2棵粗壮大树上，本以为万无一失，可当贝子坐上去正想测试一番，不料嘎嘣一声脆响，贝爷的菊花直接和大地来了一次亲吻，直接摔了个四仰八叉。起身后直接换身结实绳子捆好，这次终于稳妥上岸。为了避免雷雨的袭击，机智贝将多余的绳子盘绕在上方，然后利用倾斜角度搭建斜坡屋顶，将香蕉叶覆盖，从而避免漏雨。这样一个温暖舒适的小家，抗风又防雨。最后再用鱼料制作淡水采集器，无论是露水或是瓢泼大雨，统统不在话下。等到夜幕降临，将白天收获的斑基鱼直接炭烤，外焦里嫩，香气扑鼻，直接馋的贝子大快朵颐。美美的休息一晚后，这次贝爷再次来到海岸，不过这次的目标改成了牡蛎，直接一个蛙跳潇洒入水，沿着礁石寻找天然的蛋白质。不负众望着这次直接满载而归，屠龙小刀直接将其敲开，取下鲜美的牡蛎肉细细品尝，蛋白质不知是牛肉的多少。早餐进行了有效的食物补给，吃饱喝足，贝爷决定扬帆起航，将岸边的废弃枯木结实捆绑，在上下船板之间填充泡沫，再将3脚架竖立起来遮阳挡雨，利用废板捆扎一个船桨，带上事先收集的淡水直接出海。没过多久，烈日当头，此时贝爷直接选择躺平状态，随后发现一处小岛礁，登岛之后贝子四处张望，果然被他发现了一处鸟窝，2颗新鲜的鸟蛋犹如宝藏，贝子也不和鸟妈妈客气，直接敲碎当场享用。好在不是一颗臭蛋，不然这一嘴下去肯定窜成华来战士。补充完毕，贝爷继续上路。没过多久，看见远方有座小岛，贝子沿着岸边进入岛屿的内核，越往前森林越茂密。随着木筏的渐渐深入，视线内发现2条现代的小船，开心贝直接兴奋的前空翻入水。上岸后往前小跑没多久，一个村庄赫然出现在面前。至此，贝爷也顺利完成了本期的生存挑战。